醒了吗？醒了就别装死，起来骂回去。林家少爷肯定不会再要你。切！王莲花又在那里嚷嚷。孟应堂被徐度野抱了，林家少爷知道后一定恶心死了。骂回去。徐度野盯着孟应堂，眼神凶悍。孟应堂垂眸片刻后慢慢起身，对他郑重行了一礼。今日多谢救命之恩，回头我定请父兄上门致谢。徐度野骂道：哪个用你谢？下次寻死别在我面前碍眼。王莲花仗着自己是李征的女儿，还在嚷嚷：让别的男人抱了，要是有气性的呀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哎呀，孟应堂，这以后是个男的都不会再要你的。所以你爹小时候抱过你，害得你现在没人要，怎么没见你撞死啊？我爹是李正，你出门给我小心点。徐度野眼角微挑，我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呀？难道你和他有一腿？王莲花想起自己喜欢了很久的林家少爷，咬咬牙硬刚道：他今日就是要把孟应堂和这个男人绑死在一起，看孟应堂还有没有脸再回林家。因为我眼里容不下你这样的丑东西，我和他没一腿，和你却能有一腿。说完，他飞出一脚，直接把人踹到了河水里。老子最烦你这样逼逼赖赖的东西，臭人多作怪。众人惊呼，七嘴八舌、七手八脚的救人，徐度野却扬长而去。高大健硕的背影桀骜不驯，写满了天大地大，老子最大。孟应堂死死拧住衣角，他好像给人添了麻烦。应堂，真是你落了水啊！孟应堂的大哥孟百燕扛着锄头姗姗来迟。大哥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说你啊，回娘家也不提前说一声，也不坐轿子来，你呀，总是这么不讲究。现在是林家少奶奶，身份在这里呢。孟应堂低声道：大哥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好，回家换身衣裳，别着凉了。妹夫那么紧张你，只要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心疼你呢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我被林家赶回来了。可是当孟应堂说出了被赶回家的事情，所有人好像都被点了穴位一样，动弹不得，身体僵硬，面色不敢置信。张氏最先反应过来：哎呀，夫妻有什么隔夜仇嘛？一定是你不小心惹了妹夫生气，回去给妹夫赔个不是就行了。高氏点头附和：对，你嫂子说的对，你从小脾气就倔，我那么叮嘱你，让你柔顺些，你还惹你相公生气。听娘的啊，回去好好伺候慕北。小姑姑，我要吃点心，我不要你回家，林家的点心好好吃。娇娘也跟着嚷嚷。孟同生摸了摸山羊胡子，吩咐儿子道：百燕呐，你把你妹妹送回去，和你妹夫好好说说。孟应堂眼眶通红，没有人问他是不是在林家受了委屈，家人都觉得林家对他来说是高攀不胜的神仙窝。我回不去了，他们把卖身契还给我了。卖身契还你了？那是好事呀，那本来也没什么用。可是大嫂、婆婆，夫人说了，我只是林家买的丫鬟，不是少爷的妻子。这他们怎么能耍赖呢？也不会突然无缘无故就这样了吧？你说说你是不是忤逆你婆婆，还是没伺候好妹夫，惹她生气了？孟应堂想，或许是吧。林家这么多年对你是仁至义尽，你却是得陇望蜀，贪心不足，竟然还想肖想做我儿的正妻。这是婆婆周氏的话。赵岩，你要懂事儿，我的前程要紧，我日后是侯爷，就算你给我做妾也不委屈。你们村里的其他女人，便是给我府里的下人做妾，那都是高攀了。你赶紧走，留在府里头，我还嫌你丢人现眼呢。孟家的人张罗着要送孟应堂回去。孟应堂站在地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轻启。林慕北要娶太守的女儿为妻，让我做妾。孟家人又一次惊住。你说什么？太守大人要把女儿嫁给林慕北？慕北是不是有出息了？听说今年冬天皇上60大寿的时候会大赦天下，侯府好像能恢复爵位回京。侯府
侯府要恢复爵位了？全家人喜出望外。那你到时候也是要跟着进京了，日后漠北出去了，进京赶考，还能去你那里落脚呢。就是，说不定我和爹进京也能用上。就是给侯爷做妾，那也是我们高攀了。好应堂，听娘的啊，别倔。太守的女儿嫁给漠北，你和漠北这么多年，虽然还没有圆房，但是也有感情在。你求他留下做妾，他会答应的。对，娘说的对，妹夫呀就要出孝期了吧？你也长点心，先把妹夫的心笼络住。走，嫂子教教你。孟应堂挣脱他的手，心里一片冰凉。他们家要我做妾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你这丫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就是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你现在就回去给姑爷磕头认错。要是你不给他做妾，那这个家你也不要回来了。孟应堂呆呆地看着家里人，他们在说什么，他都没听进去，只觉得从老的到小的，一个个变得那么陌生，对着他张开了血盆大口。走啊，还不快回去给姑爷认错！你今日要是不回林家，那就爱去哪里去哪里，别回家来丢人现眼。孟应堂的心落进了冰窟窿里。张氏不放心地和高氏道：娘，您看用不用我陪着小妹去啊？这可是咱全家的大事，不能让她自己这么乱来呀。去，都去，我也去。高氏踏着鞋推着孟应堂就往外走。孟应堂被推出了门。哎呀，都在呢，这么热闹。院子里走进来一个妇人，孟应堂认得她，她是徐度野相依为命的祖母明氏，也是孟应堂极佩服的人。明婶子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我这刚听说啊，我家那个混账东西和你有了肌肤之亲，给我急得是一头汗，立刻就来了。孟家其他人都愣住了。张氏怒道：什么肌肤之亲啊？你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就是我妹妹不小心落了水，你孙子把她救了上来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什么肌肤之亲？你简直就是放屁！可是李正去找我了呀，让野渡对应堂负责。李正管这些做什么？好啊，我知道了，是王莲花是不是？王莲花之前就看上我妹夫了，这会儿趁着我妹妹落水，他就想替代我妹妹。呸，是个狐妹子！孟百燕拉了他一把：你小点声，那是李正的女儿。我怕什么呀？我妹夫都要做侯爷了。张氏泼辣道：应堂，走，你赶紧回林家去，别让那起子小人钻了空子去。我怎么听说林漠北要娶太守的女儿了呢？我这孙子呀，虽然不争气，但是体格好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些年呀，也攒下了一笔彩礼，绝对不会委屈了应堂。我呢，是打心底里喜欢应堂。哎，走，我们家才看不上那点彩礼。哎，我来的时候啊，已经看到王莲花套了马车，骂骂咧咧的去了镇上。我猜他多半是要去林家挑拨。应堂，这次是我家混账的错。婶子，您这般说，我就无地自容了。是许大哥救了我，是我拖累了许大哥。他死了干净，至少不用拖累别人。明氏似乎看穿了他心中所想，走上前来拉起他的手：好姑娘，人这辈子呀，风啊雨啊的那是多了去了，眼下这点实在不算什么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你的福气在后面，我那混账孙子呀没福气，否则我就是把攒下的100两银子都拿来娶你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孟家的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，如果不是因为侯府更好，那这门亲事他们是极乐意的。别和他啰嗦了。张氏过来拉孟应堂：快跟我去林家，去晚了还不知王莲花满嘴喷什么粪呢。我不去。孟应堂一字一顿的道。原来是高氏急了，甩了他一巴掌：嘿，好好说话，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我管教我自己的女儿，轮得到你插手？高氏气得浑身哆嗦，又骂孟应堂：你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是不是？怎么，你还当真想嫁给那个狗东西？我看他不打死你！你骂谁呢？明氏不乐意了：你自己又生个什么好玩意儿？一个读了半辈子书，狗屁没考出来，另一个杀了人，要卖了妹妹填坑。我呸！我孙子再不好，那也没有拖累别人，也没有卖美求荣。你们别吵了，我已经和林家说清楚了，之后便是讨饭，也不会讨到他家门前，我也不会再嫁人。我绞了头发，
小了头发做姑子去。哎呦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生了你这么个逆女啊！哎呀，应堂，你就别傻了。你不回林家，难道真要嫁给那个什么徐度野吗？你不怕被他打死啊？我说过了，我做姑子去，我谁也不嫁。那可由不得你，你是孟家的女儿，爹娘说了算。今日就2条路摆在你面前，要么是回林家低头认错，求着妹夫回心转意，给他做妾；要么就是跟着徐度野。孟家不养吃白饭的人。我去山上做姑子。山上的姑子，你当那是什么清静地方？你当和死磕子还有什么区别？去了也是被人糟践。大嫂是一定要逼死我才善罢甘休吗？这几年我省吃俭用，往家里送2两银子，我怕你们受罪，你们却……明氏忽然上前，好孩子，你跟我去，他们都不稀罕你，我稀罕。你放心，我在，徐度野不敢张狂。你陪我2年，若是到时还不喜欢徐度野，那你给我当个孙女。孟应堂看着他眼里的同情怜惜，不由泪水滚落。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只是平时合作关系。可是明氏却能对他雪中送炭，施以援手，这份恩情他无力回报。100两银子，你可说好的，少1个子都不行。他就怕明氏后悔，事到如今，能抓住这100两银子也好。明氏却没理他，轻轻拍着孟应堂的后背。好孩子，跟我去吧，这个家呀是容不下你了。孟应堂只摇头，他不能让明氏为他那般破费。明氏咬着他耳朵道：你那些个绣品1个月就能卖10几两银子，这当是我借给你100两，之后你慢慢的还我。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你还大有福气呢。明婶子的大恩大德，印堂没齿难忘，便是今生回报不了，来世结草衔环，定然回报。好孩子。明氏眼里对他是掩饰不住的喜欢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事后若是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徐度野打你的话，你的兄弟没有人给你出头，小贱蹄子。孟应堂不为所动，一字一顿的道：4年前你们卖了我1次，今日你们卖我第2次，从今以后我和你们恩断义绝，再无来往。我是要娶孙媳妇的，不是买人。进了我徐家门，他不是我徐家奴，而是我徐家妇。写清楚，2年后若是我那孙子不争气，不能让他满意，那我还应堂自由身。孟应堂看着他，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，张氏还不死心。你真的是宁愿被打死都不回林家。我这条命原本就是徐度野救的，他打死我，我也就是还他一命。都给我赶紧的，否则我怕我会收回100两银子，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来攒下的棺材本。你能嫁进这样的人家，有这样的祖婆婆，也好也好。写个屁！一个高大的身影拨开人群闯了进来，他大步走到孟同生面前，把他写好的婚书拿起来撕了个粉碎。老子救人还救出错了，老子不娶妻。我看今日谁敢勉强我，哪个站出来！我怎么了？要杀了我？徐度野顶着巴掌印，无奈地扶住明氏。哎呀，您老人家悠着点儿，别闪着腰了。您快别闹了行不行啊？我不娶媳妇儿，我不娶。你给我闭嘴！祖母，你就当我是死了，娶个媳妇儿给我冲洗。您这不是没事吗？你就当我被冲好了，应堂把我冲好了，这就是救你祖母的恩人。哎呀，祖母，您就别闹了。我哪儿闹了？我是为你好，你懂个屁！这么好的姑娘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而且我算过了，应堂旺夫。旺夫？我怕我被烧死。反正我不娶，谁爱娶谁娶。要是您银子多的没地方花，给我花呀。明氏瞪他，今儿个你娶也得娶，不娶也得娶，重新写婚书。那您娶回家自己睡。徐度野转身就走。你今儿要是不回家，以后就都不用回来了。孟应堂看着祖孙俩剑拔弩张，火星四溅，想到这些都是因自己而起，顿时被愧疚包围。明婶子，您别为难徐大哥了。你别管，看我教训他。明氏又要跳起来打人，不过这次他运气好像不太好，
人没打到，捂住腰直哼哼。又装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是闪着了。徐度也有些着急，伸手要搀扶他。走，我带您去看大夫。明世去把孟应堂的手拉着送到他手中，两个人一接触到，都像对方烫手一般，立刻把手收了回去。明世却大笑着道：好，这下可不是救人的无奈之举了，是真的牵手了。亲家，麻烦赶紧把婚书写了，我这100两银票啊，在怀里揣着都不安了。徐度也气得额角青筋直跳。我就知道您有捣鬼，我跟您说，我不娶妻。孟应堂低垂着头站在一边，他不该死皮赖脸赖上去的，可是眼下他真的也无处可去。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回去，把自己收拾干净利索了，要不看我回家不抽你。您不许把人带回家，有我没他。孟应堂绞着手指，手足无措。明婶子，要不算了吧，我傻孩子，叫什么婶子？你叫我婶子的话，杜爷岂不是喊你姑姑？孟应堂面红耳赤。我喊他祖宗都行，反正我不娶妻。你赶紧滚回家去。我今晚约人喝酒，不回去了。说完他转身就走。这个臭小子，应堂，咱们呀不管他，放心，有祖母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亲家，婚书快着些写，我得带着应堂回家做饭呢。孟同生重新写好婚书，却按住了没让明世拿。明世从腰间掏出几张银票，数数吧，一共是100两银子。孟同生接过去，100两正好。张氏道：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聘金是聘金，聘礼是聘礼，另外还得成亲那些仪式呢，给哥哥侄子侄女的红封呢。亲家要是怕麻烦的话，一并折成银子就行。相公，你说是不是？孟应堂简直不敢相信张氏如此厚颜无耻。是。怎么100两银子还不够烫手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是高攀不起了。银子还我，婚书还给你们。张氏厚着脸皮道：这不是和您商量吗？以后就都是亲家了，没得商量。我也不稀罕和你们这种卖女儿的人家来往。我就问你，今日放不放人？要是不放人，银票还我。张氏讷讷不敢再说话。从今日起，应堂就是我徐家的人，以后谁要是欺负他，就别怪我脾气不好的孙子打上门去。应堂，跟祖母走。多谢祖母。好，记住了，从此以后别再哭，那只能让仇者快，亲者痛。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，不用管别人放屁。孟应堂重重点头，他甚至没有再多看这个家一眼，就跟着明氏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徐家位于镇上的房子是租来的，前面是杂货铺，后面是住的院子。有些乱，我不太爱干家里边的这些活，也干不好。我来。能帮忙干活，他觉得自己这还有点用处。这怎么行呢？走，先进去换衣裳。你先住在我隔壁。好，都听您的。我住正屋，杜爷呀坐在西烧间，你住西次间，挨着我，离他那屋也近，省得你害怕。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喊声，我就过去打他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这家里呀，祖母说了算。是，祖母。明氏拉着他到自己房间，打开柜子，里面挂着各种颜色、各种材质的衣裳，看起来都很新。我喜欢新衣裳，做了很多，不过不太有穿出去的机会。你知道，在村里甚至镇子上多买半斤肉都得被人蛐蛐，我呀也只在家里穿穿过过瘾。蛐蛐咬人吗？明氏爽朗大笑。蛐蛐不咬人，专门是膈应人。好了，来，祖母呀给你挑一身好看的，你这么年轻就该好好打扮。明氏挨套往他身上比划。你比我身材高挑些，可能有些不合适，你且先将就着，然后回头咱们再买新的。不用，奴婢。哎呀，什么奴婢？咱们家可不是那一套啊。孟应堂忽然语塞，他想起来了，从最初进门开始，婆婆周氏就说他们从前是侯府，要有规矩，然后就教他自称奴婢，一直到他离开林家，他都
都是这般自称的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纠正过他，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把他当成林慕北的妻子看待。应堂，怎么了？明氏小心翼翼地问。是不是祖母哪句话说的不好，让你伤心了？哎呀，祖母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，有口无心。你祖父活着的时候啊，把我惯的。提起亡夫，他眼中有着少女一般的爱意流淌，看得孟应堂心里暖暖的，想起他们已经阴阳两隔，又觉得心酸不已。祖母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您对我太好了。傻孩子，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。你看大街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我怎么不对别人好呢？咱们也认识很久了，你是什么人，值不值得帮，我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孟应堂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再说了，我得你当孙媳妇儿，是我的福气，是那臭小子的福气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就这套先将就着穿。你换衣裳，我去给你弄姜汤去，然后咱们俩呀好好做顿饭。是。孟应堂换好衣裳之后，把自己衣服抱出去，看到墙角的木盆，低声问道：祖母，我可以用那盆洗衣裳吗？怎么不行了？家里边的东西你随便用，你看看皂角在不在盆后面？不在的话呀，多半又是那臭小子洗衣裳时乱放了，你找找。孟应堂震惊，听明氏的意思，徐度野竟然自己洗衣裳，想到他那猛悍的模样，蹲在地上像小媳妇一样洗衣裳，孟应堂忙摇摇头，想把自己脑海中那种画面晃出去，他好怕自己的想法被徐度野知道，他会打他的。孟应堂干活手脚麻利，很快把自己的衣裳洗干净，不过他没好意思晾晒在外面，就想去自己房间。明氏正一手提刀，一手比划着鸡脖子，见他这般，不由道：怎么了？把衣裳晒上呀？那不太好吧，我还是回屋里晒吧。在林家的时候，他的衣裳是不允许晒出来的。周氏说，只有没有规矩的乡下人家，女人衣裳才招摇地晒在外面，成何体统？那有什么不好的？晒衣裳晒衣裳，得在太阳底下才叫是晒衣裳，你放屋里那叫阴干，湿乎乎的，那多难受啊！快晒上。我知道了，是杜野的衣裳碍事了是吧？来，把他的衣裳收进去，他皮糙肉厚没关系的，咱们女人要紧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祖母您忙，还有地方我自己晒上。没事儿，你晒上，这大日头一会儿就干了。那个臭小子呀，今日说不回来，肯定不会回来的。孟应堂愧疚的道：祖母，都是因为我才让您和徐大哥生出嫌隙。没有你，他也没少气我。行了，快晒上，咱们俩做饭。姜汤滚了，你自己去盛，我去杀鸡了啊。是。我的鸡！明氏从来没有做过杀鸡宰鸭这样的活儿，下不去手。明氏拿着刀嗷嗷追，孟应堂目瞪口呆，随后连忙去帮忙。约莫1刻钟后，明氏蹲在旁边，一脸崇拜地看着孟应堂动作利落地给鸡褪毛，眼睛都冒星星了。应堂，你好厉害呀！我习惯了，没什么的。我就说你是宝贝，你什么都行。明氏对他赞不绝口，孟应堂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你忙，我去摘菜。明氏也不闲着，可当孟应堂看到那些被他浪费了大半的菜叶子，忍不住道：还是我来，您先歇着。行，家里有了你啊，我的好日子来喽。孟应堂烧上柴火，把鸡炖上，又开始处理鱼。隔壁的狸花猫闻到鱼腥味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跳墙而来，蹲在他手边，可怜巴巴地看着。这么香啊！我肚子里的馋虫都要被勾出来了。也不知道您什么口味，若是做得不好，您告诉我，以后我改。我不挑，你做的呀，我都爱吃。孟应堂更不好意思了，他总有一种被明氏调戏的感觉。明氏看着一旁他已经做好的那些菜，心里骂徐度也不知好歹，这么好的娘子哪里还能找到？不行，
他必须得让那小兔崽子回来吃细糠。明氏看着孟印堂窈窕的身材和乖顺的模样，忽然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。哎，印堂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今日忘了买酒了。你知道梦华酒铺吗？孟印堂点点头。去，买2壶梨花白回来，拿着，回头遇到什么好吃的零嘴也买回来。剩下的钱呀，留给你当零花钱了。零嘴、零花钱，这些对孟印堂来说太过陌生。他忍住落泪的冲动，低声道：多谢祖母。哎，去吧去吧。明氏把孟印堂送出门，站在门口伸长脖子看，一直到他身影消失，才走到对门包子铺。他从荷包里掏出一把糖给包子铺老板的孙子小豆子。帮娘娘跑一趟，去白云涧告诉你杜野哥哥，就说家里起火了。那臭小子肯定在白云间窝着呢。那要是杜野哥哥正同女人睡觉呢，他不得打我？放屁！小兔崽子不学好。你杜野哥哥现在是有媳妇儿人了，可不能胡说八道啊，坏了他的名声。小豆子拿着糖一溜烟地跑出去。那红袖姐姐要哭喽！嘿，小兔崽子，把我的糖给我拿回来！嘿，唉。这个傻小子现在不知道印堂的好处，日后慢慢自然会晓得。不过他怕自己等太久，所以现在就得争分夺秒地撮合二人。想到这里，明氏回家后就用火钩子把灶台地下熊熊燃烧的柴火勾出来一些，划拉到地上。很快院子里就浓烟滚滚。只是他没想到的是，孟印堂回来的更早。祖母，结果他满心慌张，在看到明氏淡定站在一旁用扇子扇出更多烟的时候，变成了懵懂。明氏看见他有短暂的不自然，随后就淡定地睁眼说瞎话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呀打算热一热烤鸭。孟印堂看着还在灶台上放着的烤鸭，半晌后才道：祖母，似乎隔得有点远，这样不好热，要不我给您端过来热？也行吧，那你端过来。还有就是，非得在院子当中热吗？我拿到灶台那边，我来热行吗？他真的担心明氏把这院子点着了，刚才真是吓死他了。我就知道，肯定是您在家里捣鬼。徐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抱胸靠在照壁边上，懒洋洋的道，目光里一片了然。他突然出声，孟印堂被吓了一大跳。放屁！我捣什么鬼呀？明氏被戳穿也不服气，我在家里给你这小兔崽子做饭吃呢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这么晚才回来。要是家里真的起火了，这会儿你直接回来捡我骨灰合适。哼！您说什么呢？徐度也皱眉，我不爱听那些。那你爱听什么呀？我说给你听，你今儿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吃顿饭。我告诉你啊，印堂进了门就是你媳妇儿，你给我好好待她，否则看我饶不饶你。我不要，我说过了我不要。我给你算过了，他和你真合适。您那算命功夫，骗骗别人得了，自己人就别骗了。胡说八道！我不跟你扯了，你媳妇儿做了这么多菜，洗手吃饭。我不吃了，我还有事。你今儿要是敢出这个门，就别回来了。徐度也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学明氏的口吻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想知道那件事？徐度也停下了脚步。你跟我进来。印堂，你把饭菜摆在葡萄架子下，这屋里蒸笼似的，太热了。是。他低下了头，不敢看徐度野。徐度野从他面前经过，跟着明氏走进去。孟印堂把饭菜摆好，盖上竹编的饭罩，隔开萤虫，然后又回到厨房里，看着只剩下半缸水的水缸，他四下看看，找到立在墙边的扁担，挑上木桶就要去挑水。放下放下！明氏带着徐度野从屋里出来，连声喊他。挑水这种粗活哪需要是女孩子干呀？等吃完饭让杜野去就行了。不用，我去就行。哎呀，我让你放下！明氏不由分说过来，抢下扁担和水桶，拉着孟印堂到石凳上坐下。他要给孟印堂拿筷子，才发现桌上只有2副碗筷，便吩咐徐度野去厨房再取1副碗筷来。孟印堂，不，我不吃，他怎么能上桌吃饭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怎么，你是天上的仙女，和琼浆玉露顶饿的？你怎么就不吃饭？明氏嗔怪道：咱们家没那些破规矩，要吃一起吃。孟印堂不敢作声，抬起眼眸偷偷看了徐度野一眼，怕他掀桌子。
结果却发现徐度野自己已经走进了厨房，他自己盛饭，用了一个和盆差不多的碗。这是喂猫吗？就这么点饭？是我的错，我做的太少了，我这就去重新做。你做什么？你坐着，这么多菜还不够他吃的呀，少吃饭多吃菜。徐度野也没说什么，孟应堂低着头，几乎是用筷子数着碗里的米饭。鱼眼睛呢？喂狗了，不给你吃，反正你不让我畅快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孟应堂忙道：是我的错，我不知道你要吃，我喂猫了，对不起。你闭嘴吃饭。哼，我就教你这么吼女人的。行了，你也消停点儿，让我吃顿饭，我还有事要忙呢。孟应堂看着他，心里暗自思忖，自己今日确实做饭做得太少，以后得多做些。饭刚刚吃完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听声音似乎是在他们附近停下。祖母，我走了。您没吃饱吧？锅里我原本焖着五花肉，想等晚上再吃，现在估计也能吃了，只是没有那么软烂。不用了，不吃了。不吃拉倒。应堂，咱们要不管他，回头咱们吃，吃不完喂狗。开门，开门！外面传来了一阵焦急的敲门和呼喊声。你又惹了什么事，让人打上门来了？徐度野痞里痞气的道：我惹的事儿可多了去了，谁知道是哪个欠揍的上门找揍啊？走了，你别出门。等等，您等等。怎么，你要帮我出去打架？走啊！徐度野笑得一脸欠揍。孟应堂脸色通红，快步跑进厨房，从里面拿出一根和他手臂粗、足有他人高的长棍递给他。他打架，他递棍子，给他弄不会了。是这家吗？你没带错路吗？这声音就太过熟悉，是弟弟孟之阳的声音。他怎么来了？他这时候明明是应该在军营的，真是个呆子。他想，可是下一刻，呆子直接冲了出去。卧槽，还真帮他冲锋陷阵，他真是一点数没有。就他那个小体格，自己2只手都能把腰完完整整给掐住的瘦弱样子，非但敢看打架，这会儿竟然还敢自己往上冲，这真是不想活了。徐度野一把拽住后领，把人给拎回来。老实待着，没你的事儿。他徐度野还不需要女人冲到前面保护他。不是，是我弟弟来了，我怕他把门砸坏，赔不起。他想骂娘，明是哈哈大笑。原来是亲家小舅爷来了，快请进来，我去叫桌席面去。上门，这是我们的贵客。我走了。轰隆一声，门板轰然倒地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姐姐，姐姐，石阳，我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能误会了，许大哥没欺负我，你先听我说，这件事有点复杂。姐，你让开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又被家里卖了一次，卖给了这个狗东西。好小子，有胆色，好久没有人当面敢这么骂我了。哎，你过来。不是这样，虽然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祖母和徐大哥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在徐家没有受任何委屈，刚才徐大哥拦我，事出有因。姐姐，你不用骗我了，从前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每次我去找你，你都遮掩，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清楚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是我从前是受了很多委屈，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但是你别在这里闹，因为徐家救我2次，对我的恩情我难以偿还，你要是再闹，我只能一头撞死在这里谢罪。真的？他们真的没有虐待你？没有，你看桌上是3双筷子，我们刚一起吃过饭。孟之阳看着徐度野道：以后你就是我姐夫了。你等我稀罕我。哎呦，是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上次见你还没这么高呢，转眼间都快和你姐夫一样高了。你放心，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姐姐。有劳您老人家了。我就喜欢懂礼数的孩子。哎，来，进屋坐。多爷，不，算了，应堂，你出去叫桌酒席去。他怕徐度野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。我去就来，你别莽撞。姐姐，我知道的，你放心。怎么今日回来了？是听说你姐受委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林家从上到下就没一个好东西，在我家就不会。你明婶子什么性情，你知道的，绝对不是那种搓磨人的坏人。孟之阳点头。您是顶顶好的人，其实今日也是阴差阳错。我前些日子立了个小功，今日被提拔成了伍长，去给姐姐报喜，这才知道姐姐被撵回家。然后他回家，又听说姐姐被卖，一口气找了来。哎呀，这么年轻都伍长了，真是个好孩子，带猪出好笋呐！你爹娘怎么能得你和你姐姐2个这么好的孩子？从9品呢，还能找出更大的官吗？真厉害！放屁！人家从9品，你几品啊？你简直就是极品！你若是不服气，我来讨教几招。哎，我指点你啊！哼，你出息了，要对小舅子动手。孟之阳已经供了过来。姐夫，
请指点。徐度也歪头，嘴角勾了勾，出拳快如闪电，直接对上了孟之阳的拳头，招数简单粗暴，孟之阳却被震了出去，连连后退，几乎退到了照壁上，靠着后面的力量才站稳身形。徐度也却一脸云淡风轻，吹了吹拳头，还来吗？对上徐度也的挑衅，他轻轻摇头，然后缓缓走到明氏身前，忽然跪下。老夫人，求你以后多包容包容我姐。我姐姐之前吃了很多苦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我对不起姐姐。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替姐姐报答您。打不过那就要跪，只要能让姐姐的日子好过一些，什么膝下有黄金，孟之阳根本不在乎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哎呦，好孩子，我知道的，你姐姐呀，原就招人疼，你便是不说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她，不让她呀受任何人欺负的。孟之阳看了一眼徐度也，明示当即道：你放心，家里家外的哪个都不行。您不是最不喜欢别人给您磕头吗？怎么今日就不怕别人磕头给您送走了？哼，你不气死我是不是不罢休啊？还不赶紧将你小舅子扶起来。志阳，今日在家里吃过饭再走，你姐姐在徐家，你就尽管放心。你什么时候想来看她，那就来。她若是想你了，我就陪她去军营看看你。别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只是军营都是些糙汉子，别冲撞了您。我倒是不要紧，不过你姐姐呀，性情样貌样样出挑，我这个孙子又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我还真舍不得带她去军营，让她被乱花迷眼，更是看不上我家这滩烂泥啊。孟之阳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行了，我开忙，先走了。你等等。明世没喊住他，在背后又碎碎念骂了好一会儿。见明世宽和明事理，又向着孟应堂说话，孟之阳心里总算不似之前那般焦灼。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林家得到消息说太子快要起复，等冬日里皇上60大寿，侯府也会恢复爵位，所以太守大人要把女儿嫁进林家。太子起复不是皇家把他废了的吗？而且太子起复和他们林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林慕北的姐姐原是太子良娣，侯府被夺爵也是和太子出错被废除有关。他们怎么能知道京城的事情，还是将来的事情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猜应该8、9不离10，否则太守大人怎么愿意嫁女儿呢？不过之阳，我和林慕北已经路归路，桥归桥，再无纠葛。林家买了我，救我于水火，我在林家4年当牛做马，就算我们两清了，日后形同陌路。你若是真为我考虑，就断不要再去林家寻衅。好，姐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不去。快吃饭，早点回去，省得你上头不高兴。姐，我现在已经是伍长了。伍长？那么厉害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不早点告诉我，让我高兴高兴。不厉害，就是个很小的官职，一共也就管5个人。管5个人已经很厉害了。孟应堂由衷的夸赞道：姐，这是12两3钱4分银子，你藏好了，留着傍身也好，攒起来日后还给徐家也好。不是，这么多银子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是不是刚当上伍长就收人银子了？是呀，我和你说不该收的，切莫伸手。姐姐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从前是有些不着调，但是现在不会了。你一个月只有200个钱，这是剿匪所得。我杀了一个土匪，伤了2个，拢共得了15两银子的赏钱，请客吃饭花了些，剩下的给姐姐。剿匪？那多危险啊！你没有受伤吧？姐姐，你太小看我了。那是刀尖舔血，可不能大意。以后还得去吗？你可别那么拼命。还要去的。姐，你以后尽量少出门，街上其实不太平，那些土匪会绑架勒索。这么嚣张吗？好，我不走远，就在这附近买个菜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保护好自己。没事，我机灵着呢。林家用一句侯府规矩压迫了他那么久，任由人揉搓，不敢反抗一点。孟之阳最终还是提起了那个不愿意提起的家。以后不管家里谁来找你，你都只当不认识，断亲就断得彻底。孟应堂咬唇点头，来自亲人的伤害比来自旁人的伤害更伤人至深。忙完这些已经是傍晚，孟应堂去前面找明氏要彩色丝线。拿，随便拿。明氏指着架子角落道：好像在那儿，你看看在第3层还是第4层，自己找。货架上乱糟糟的，看得孟应堂手有些痒，他一边找丝线一边道：祖母，明日我帮您把铺子收拾一下。不用，乱着吧，反正他们买东西的也会帮忙找。孟应堂是看出来了，明氏实在不是个有条理的人，他下定决心，明日就来帮忙收拾出来。怎么就拿了这么点丝线？也不是多金贵的东西，多拿些回去用。够用了，我就是想绣2条好看的帕子，用您之前给我画的花样子。绣帕子呀？
好着呢。不过要我说啊，你先给自己做2身好看的衣裳，小东西倒是以后再慢慢的置办。不是，我想绣2条帕子去送给王莲花。送给她做什么呀？那个姑娘心眼又黑又歪，你落水呀，她说风凉话，你还去给她送帕子？祖母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您和徐大哥房子和户籍都还在村里，他爹又是李正，他喜欢林木北，那自去争取也和我无关。我们不知道因为无关紧要的人把他得罪狠了，日后自己难过。不用去，李正算什么呀？祖母还真没把他放在眼中。你呀你就是太会委屈自己了，人善被人欺，你要自己立起来。你记着，别人欺负你，你就欺负回来。天塌了，还有我和杜也替你撑着。你看看祖母，有仇当天就得报，隔夜都睡不着觉了。孟应堂被他风趣幽默的话逗笑。祖母，我还是去一趟吧。不用去，我有数，你听我的就行。孟应堂便只能作罢。帕子呀，你该绣，给那狗东西也绣1条。我老了，眼花了，针线活呀做不好了，以后他的衣裳鞋袜都得麻烦你来做。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别说麻烦，我无地自容。哎呦，这读过书的姑娘呀，说话就是不一样，好听。也没读过什么书。别骗我了，我这么大年纪，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书。杜野屋里有1面墙的书，你想看就去看，文房四宝家里也都有，你尽管用。徐渡野屋里有1面墙的书，他还以为徐渡野屋里应该是刀剑棍棒那些。我知道你初来乍到，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，日子长了你就知道，我是再随意不过的人。这里啊就是你家，没有你不能去的地方，也没有你不能碰的东西，包括男人。明氏心想，早晚都是你的。晚上徐渡也没有回来吃饭。不用管他，他有地方吃饭。吃过饭，孟应堂收拾好，又烧了热水伺候明氏沐浴。明氏却道：以后祖母7老8十瘫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再让你伺候，现在有手有脚的不用人伺候，你去休息吧，我自个儿来。我和你说啊，应堂，你可别把我惯坏了，日后我若是累了乏了再找你，否则我练上了得天天要你给我按揉，我可舍不得。只要祖母需要，您尽管说，我也就会这点了。我知道你锅里温着鸡汤，给那东西留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男人可不兴这么惯着，惯着习以为常，都是你的事了。这一刻，从来没有被真正爱过的孟应堂，只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碰到明氏面前。祖母，您快睡吧，我不困，等着徐大哥回家。他还不见得回来，听话，快去好好歇着啊。孟应堂回去之后就觉得头有点晕，头疼欲裂，何以躺在床上似睡非睡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孟应堂大概猜出自己今日落水着凉，这会儿有点发热，熬一熬应该就会过去。明氏半夜起身，看到他屋里还亮着烛火，便敲门道：应堂还没睡吗？孟应堂稍得迷糊，还以为在梦里听到的声音，便没有回应。明氏觉得不对，推门而入，看到床上隆起的一小团，他上前查看，他看到了孟应堂通红的脸，伸手一摸，大惊失色。哎呀，怎么烧成这样了？人都快煮熟了！你这孩子这得多难受也不吭一声！傻孩子，你这个傻孩子！他快步跑回自己屋里，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刮痧板。哎呀，乖听话，祖母替你刮一刮，很快就退烧了。孟应堂任由他摆弄，明氏脱了他上衣，连同肚兜都脱了，看着他烧得染上一层粉的银白细腻肌肤和玲珑身段，忍不住道：哼，倒是便宜那臭小子了。腰间2个大爪印，青紫一片，触目惊心，分明是徐渡野今日英雄救美留下的。臭小子，就不知道手轻着些，这么好的背，真适合拔罐刮痧呀。好了，祖母来了。再说徐渡野后半夜才回来，怕吵醒祖母，所以轻手轻脚，就听到明氏在屋里呢，据徐渡野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推开了门。祖母，您怎么在？您在干什么呢？好家伙，好家伙！徐渡野被床上那一丝不挂的上半身惊住了，不由抬手捂住眼睛。合着您不是给我娶妻，是给自己找个消遣？您早说呀，我帮您找啊！放屁！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你媳妇儿都快烧傻了，你还在那边说风凉话？去烧热水来，给她擦一擦身子。行吧。别人找个媳妇儿是回家伺候自己的，他倒好，这是找了个祖宗要自己伺候的。孟应堂烧得迷糊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兑了温水，脑袋一直往外，别扭的送进去又出来。好了，总算是没那么热了，都怪我
没想到他落了水，又前后受了这么多惊吓，这孩子还哐哐干活，又等你回来，这一天呀，真是喘气的功夫都没有。哼，你今晚就别睡了，盯着他些，要是烧起来就喊我。我不能熬夜，我头疼。我也不能熬夜。胡说，天天夜不归宿的是谁呀？好废话，让你看着就看着，不孝子孙。徐度野，行吧，我帮您看着您的相好。那你以后喊他奶奶。明氏打了个哈欠回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隔壁传来很轻的嘤咛声。徐度野本不想动，但是想想凶悍的祖母，还是起身骂骂咧咧。真是给我找了个祖宗回来。夫人，奴婢错了，奴婢这就起来做饭。徐度野听到他一语，不由无语。林家那群玩意儿，真把自己当盘菜，也就欺负个村里没见识的小姑娘。夫人，奴婢知错了，夫人饶过奴婢这次。孟应堂忽然在床上翻滚起来，眼看着他就要滚下床，徐度野眼疾手快，飞扑过去，上前把人接住。倒是接住了，但是孟应堂翻了个面，徐度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就算这样，孟应堂竟然都没醒。你是猪吗？徐度野骂骂咧咧，把人放回床上，拉过被子完全覆上，甚至连脑袋都给他盖上了。随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把被子往下拉了拉，露出那张巴掌大的脸，只当没看到那眨动的睫毛和鲜红欲滴的面色，转身出去。他脑子里进了些废料，得去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。大清早的洗什么床单呀？怎么昨晚尿床了？祖母，您没事的话去看着铺子。看铺子哪有看你尿床有意思呀？您再说话我就离家出走。被戳穿就恼羞成怒了？哼，放心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媳妇儿，你这么大了还尿床。徐度野暴走，孟应堂惊讶，尿床？徐度野竟然还有这个毛病。看到他出来，抬手摸摸他额头。哎呦，退烧了，睡够了吗？饿不饿？咱们吃点东西，你再回屋躺着。让您跟着操心了，我没事，我梳洗一下去做饭。做什么饭呀？我都做好了，你去梳洗。盆子、牙刷、牙粉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以后啊都是你自己用的。梳洗之后咱们吃饭。好。徐大哥早。徐度也哼了一声。哼什么？没礼貌。孟应堂已经习惯了祖孙俩的相处模式。徐家的早饭有些特别，桌上放了一盆煮鸡蛋，一盆牛乳，还有4盘包子。这些鸡蛋大概从前孟家1年都吃不上这么多。早饭贵精不贵多，要吃好，牛乳鸡蛋那是不可少，包子是肉馅的，杜爷他是无肉不欢。我单独给你买了几个其他馅儿的，你都尝尝，喜欢哪样呀？明日咱们就吃哪样。好。徐度也自己剥鸡蛋，把蛋壳剥得乱七八糟，埋怨明氏鸡蛋没有煮熟，不好剥皮。明氏难得没有反驳。行，我老了不中用了，鸡蛋都煮不好，以后让你媳妇儿煮给你吃，我就不讨人嫌喽。我没有媳妇儿。你跟谁耍横呢？信不信我抽你？徐度也拿起2个包子往外走。我不会娶妻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娶妻。说完竟然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孟应堂目送他离开，看着晾衣绳上飘荡着的床单，心里忽然有了猜测，难道是因为他有尿床毛病，不想为人所知，所以才会如此抵触娶妻？他有病，你别管他。孟应堂坐实了，他果然有病。祖母，您让着他些，徐大哥心烦意乱的时候骂我几句，您和我就当没听见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有病的人心里都烦。那不行，他要是心烦意乱，怎么不骂我？怎么不去骂当官呢？拿着女人出气，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咱们家呀就这规矩，你不用管，我打他骂他，那都是为他好，你不用紧张啊，他不敢拿你出气。孟应堂从没听过这样的言论，一时间愣在那里。你呀就是个让人心疼的好孩子。来，喝一碗牛乳，我和你说啊，以后每日都得喝。你看我怎么把那小兔崽子养的是人高马大，就是牛乳当水喝，你也多喝点，说不定呀还能再长长。孟应堂哭笑不得。祖母啊，我都17了，不长个儿了。那可说不定啊，不长个儿养身体也是极好的。你太瘦了，我和你说啊，咱们家可不兴什么细腰为美，结结实实健健康康的，那才叫好看呢。明氏又把包子都掰开，挨个让他尝，最喜欢什么馅儿的。孟应堂尝过之后，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，他也最喜欢吃肉馅的，除非吃不起，谁要吃素的呢？好，我也爱吃肉。果然不是一家人啊，不进一家门。
等祖母带你把这镇上这些好吃的都吃一遍，然后咱们就去县里吃，县里吃完咱们就去州上吃。哎呦，我最是嘴馋，有一口好吃的没吃到，那都得辗转反侧睡不着。你祖父在时呀，陪我夜行一宿，我俩去吃卤肉火烧。孟印堂看着明世眼中的光，不由羡慕地想，她这辈子大概一直被好好爱着吧。这个年龄眼里有光，这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女人，没有第二个。转眼间，孟印堂就在徐家待到了第4日，他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。傍晚时候，徐度也回来进铺子的时候，抬眼不对，走错了，退回不对，退回来。好家伙，这事儿大换样啊，想都不要想，肯定不是祖母能干出来的活儿，定然又是那个窝囊的爱哭包了。怎么样子？明世叉腰，一脸得意。1两银子雇2个丫鬟，都比他干得好。那你去雇来我看看，是你不要丫鬟伺候，说只要自己能动就不用人伺候。哼，一回家就气我是不是？你不孝顺我，还不许别人来孝顺我了？那您收了她当亲孙女儿，反正我看也差不多了。祖母，该不会她就是您流落在外的亲孙女儿吧？再胡咧咧，我真瞅你啊！赶紧过来干活！我做什么？你要是打我，别跳起来，小心闪了腰。我懒得打你，皮糙肉厚的。你脸不疼，我手疼。明世说着，蹲下去，从柜台下面取出来一挂鞭炮，一挂鞭炮，又一挂鞭炮。咱们铺子里什么时候开始卖这种东西了？你也不怕有个火星子蹦上去，直接把铺子给炸了？不卖，谁跟你说我要卖鞭炮了？不卖，你留着自己放。你说对了。您疯了还是我疯了？赶紧搬出去，在门口都给我放了。啊，您老人家这又是整哪出啊？你懂什么呀？听我的就行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。您口味那么重呢？您说吧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先去都给我放了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徐度也无奈，只能按照他的吩咐把鞭炮搬出来，然后用香把鞭炮点燃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鞭炮炸裂的声音在宁静的夏季傍晚宛若惊雷。四周邻居都探出头来，就连住得远一些的人也都闻讯出来看热闹。放完了，您倒是给话呀！明世挎着个篮子，您弄什么？神神秘秘的，钱？怎么这么多铜钱？您不过了，那散财啊？呸呸呸，是越散越有。诸位街坊邻居啊，我家这个操心的东西前几日在村里澄清了，时间匆忙，没有来请各位喝杯酒水，哎呀，实在是失礼，奈何我一个妇道人家也撑不起大场面，所以今日就略备一些铜钱，让大家沾沾喜气。周围人一听，这高兴啊，不用随礼还有钱拿，于是明世大把大把撒钱，周围人抢得不亦乐乎。孟印堂也被明世的操作惊呆了，不过他没敢往前去，他知道徐度也是不情愿的，既然如此，他就不去讨厌了。散完钱，众人收获了钱，明世收获了很多祝福，皆大欢喜。祖母，您这是做什么呢？我钓鱼呢。钓鱼？拿钱钓鱼啊？当然是钓林家的鱼了。哪个林家？就是应堂之前待过的那家呗。您也知道他之前待过别人家，好意思给我找个二婚的？徐度也终于找到理由反对这门亲事了，却不想这句话捅了马蜂窝。二婚的怎么了？我就是二婚的，怎么了？徐度也没说您。说了，你就是说了。女人是不能讲道理的。徐度也闭嘴。明世这才继续道：我这几日呀，一直等着林家找上门呢，好几日过去了，林家还没乱吗？他们不来，我不踏实，干脆是放几挂鞭炮让他们听听。要来的话呀，早点来，我懒得和他们聒噪，挑个你在家的时候那是最好。徐度也，您希望我把人打出去？不仅要打出去，还得给我表现好。现在这不情不愿的样子给谁看呢？哼，得让林家知道应堂是咱们家的宝贝儿，让他们追悔莫及。哼，让他们知道吃不了回头草了，以后也别惦记了。我看惦记他的只有您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日后你就懂得应堂的好处了。徐度也眼前浮现出大饽饽来，喉头滚动。祖母，现在有大饽饽吃吗？不过年谁吃那玩意儿啊？应堂日日做那么多好吃的，还填不饱你啊？你还得吃那东西。暮色掩盖了徐度也可疑的脸红，他想，他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竟然都开始想女人了，真可怕。哎呀，应堂做了什么好吃的，这么香？今日我炸了小河虾，做了吃羊肉下酒的田螺，炒了水芹菜，熬了蔬菜粥。哎呀，吃饭，饿死了。明世推了一把孙子，还不去洗手帮忙端菜，真以为自己是大爷了？不用，我来就行。
你呀，真是教不会，好男人早晚都得被你惯坏，更何况这种混账东西。明氏嘟囔道。徐度也表示，这个家里的话都被祖母一个人说了。忙碌了一日的三口坐在葡萄架下围着吃饭，隔壁那只馋嘴的狸花猫坐在桌下，仰头眼巴巴地看着孟应堂。孟应堂不敢喂它，怕被说浪费粮食招猫惹狗。徐度也扔了2只炸得酥脆的小河虾到地上，狸花猫立刻高兴地吃上了。明氏在絮叨进货的事情，说好多东西都涨价了。孟应堂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平白无故的物价不会突然飞涨，感觉要发生什么事情。过几日我要离家一趟。又要去哪儿？剿匪去。剿匪？剿匪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来剿你的？这次官府遇到了些硬茬子，听说上次军营里的人去了，折了20几个人进去。折了20几个，也轮不到你去投军。这次变了，我们这里军营的校尉怕折进去的人太多，被上头的将军责怪，影响他升迁，就想了个主意，和县令商量，要各个村临时抽调壮丁，去辅助军营的士兵一起剿匪。这不是胡闹吗？村里的壮丁也没有经过训练，那不是去作死吗？谁又在乎蝼蚁啊？徐度也嗤笑。孟应堂闻言却如遭雷击，面色瞬时苍白如纸。那就去吧，只一样，你收敛着些。知道了。应堂，怎么了？明氏看出来孟应堂的不对劲，关切地问道：没事。是不是担心你弟弟了？放心，等杜爷去了之后，喊他照顾你弟弟，那是他小舅子。您别提这茬。明氏狠狠瞪了徐度野一眼，没看见你媳妇难受吗？徐度野要出去，被明氏拦住，气得回屋去了。应堂，明日多买些肉，回来做成肉干。回头杜爷真的要去剿匪，给他带着路上吃。孟应堂却被愧疚搅得心神不宁，却偏偏又帮不上什么忙。闻言连忙答应道：是。也不用准备太多，我估计啊，去个10天8天就回来了。好。谁进了我的房间，动了我的东西？徐度也在屋里咆哮。孟应堂顿时心虚，站起来要解释，他只是进去换床单，顺便把他脏衣服都拿出来洗了，并没有感动他那些书和书桌上的东西。哎，你喊什么？莫不是你攒了7、8日没洗的贴身衣裤被洗了？你害羞了？孟应堂局促地揉搓着手指。是我不好。你最大的不好就是太惯着男人了。你个傻孩子，会干活的人呀，干一辈子活。你看你全身上下细皮嫩肉的，唯独那双手，谁看了不心疼呢？冬天还生过冻疮是不是？今年冬天你可不要再碰冷水了，好好养回来，否则冻疮呀年年发作，多疼啊！孟应堂没出息的眼眶湿润，屋里没声音了。对不起，他心里默默的道。临睡觉的时候，明氏嘟囔了一句：怎么还不来呀？孟应堂第2日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林慕北来了。从孟应堂离开林家到再相见，短短5日，却恍如隔世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跟我回去。说了你几句，你就敢私自离家了？不知道贵客需要什么东西，小店虽小，但是日常所用之物齐全，您可以随意挑选。你跟我装什么？林慕北看了一眼坐在一旁似笑非笑盯着自己，嘴角还挂着半片瓜子皮的明氏，故意扬声道：你是我家买来的奴隶，现在不经主家允许就跑了出来，多日不归，是想做逃奴吗？奴婢？逃奴？孟应堂笑了。当年你林家娶我为妻，是整个村里人都见证的，3书6聘什么都有。你娘哄着我家人签下了卖身契，你现在就想用卖身契来要挟我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就是卖身为婢的。林慕北眼底是满满的怒火，他好大的胆子，他竟然敢跟着别的男人。原本只是想给他个教训，等着他回来跪地求饶，看在从前面子上，他依然愿意纳他为妾。结果等来等去，就等来他跟着小混混的消息。这几年不是生病就是守孝，他根本就没来得及碰他。现在倒好，便宜了那个小混混。他在外面睡了这些天，清白定然不保，自己碗里的肉竟然被别人捷足先登咬了一口，换成谁不恼火？就算我是卖身为婢的，可是卖身契你们家已经还给我了。这4年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，不说伺候你们全家上下，但是我给你们赚的银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卖身银子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满的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只是骂了你几句，什么时候把卖身契还你了？只要他不承认，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当没发生过。好好好，我之前还觉得你不至于那般出尔反尔，没想到倒是我高看你了。贱婢，竟敢以下犯上，你忘了我是侯爷。
你是侯爷，我还是亲王的。一大早哪来的狗在这狂吠，扰人清梦。有人上门呀，要把你媳妇带回去，你看着办。我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呀？哟，怎么没有人啊？就一条细狗在吠。他吊儿郎当地走过来，高大的身形真的把林慕北比成了细狗。来自于他身上的巨大压迫力，让林慕北被吓白了脸，连连后退。我就要复决了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你试试！我动你的毫毛做什么？你当你是孙猴子呢？徐度也用大拇指抹了抹鼻尖。老子要收拾你，当然要让你长长记性。说完，他伸手薅住林慕北的发髻，直接把人给提了起来。回家做你父爵的白日梦去，别让我看见你，否则你来一次我揍你一次。我要去告你，去官府告你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行啊，你正好去官府查查底子，他现在到底是你家的还是我家的？林慕北从地上爬起来，狠狠地看着他们道：你们给我等着！等着呢，等你父爵去给你送礼。看着林慕北如丧家之犬，一瘸一拐地离开，孟应堂心里有短暂的畅快，可是很快，这种畅快就被担忧所取代。他要娶太寿的女儿，官官相护，而且真的复爵怎么办？孟应堂忧心忡忡地和明氏说出自己的忧虑。复爵？哼，做梦！你别忘了，我们家祖上不也有爵位吗？要复爵，怎么就他家行，咱们家就不行了？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怕谁呢。孟应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复爵这件事不是谁的事情了就给谁复爵吗？怎么还心扎堆的？万一人家复爵他们没有，那岂不是要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？他隐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明氏拍拍他肩膀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还日后如何？他林家早就没有那个命了，让他们蹦跶这么多年，已经是他们赚到了。祖母，我想把这幅双面绣卖了，您看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个好啊！你看这鸟的眼睛，简直就是活的。还有这翠羽，你这颜色是怎么配的呀？看这一绝，这好东西自己留着收起来。明是舍不得卖，以后还能再绣，这个就先卖了吧。真舍不得。您若是喜欢，回头我再给您绣一幅更大更好的。这一幅他着急卖钱，他有用，挂在铺子里没个30两，咱们不卖。倒也没有那么稀奇，我也就绣了几日。是绣了几日，但是你看看你的眼睛，都快熬成兔子眼了。告诉你要爱惜自己的眼睛，你这孩子就是倔，不听话。孟应堂顿时红了脸，连忙摇头否认。如果要用银子，就告诉祖母。哎，你肯定不好意思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我把家呀都交给你来管。不，祖母，我不行的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谨小慎微了。过了2日，总算有人来问那双面绣，孟应堂着急卖出去，最终以20两银子的价格把双面绣给卖了。回来之后，他听说了，我原本是想着托人把这绣品呀卖到京城，50两甚至100两都有可能。你累成那般，最后就得20两银子，真是心疼死他了。祖母，这20两银子我能先收着吗？我有点用处。你卖绣品的钱自是你收着，不过以后啊，不许再没日没夜的熬了。要银子就找我，我就说你肯定是需要钱的，你还嘴硬。什么钱？没什么。像个偷钱的小贼。我看你啊，像是抢钱的土匪。是要抢钱，抢您的钱。祖母啊，给我2两银子，我今晚请裴玉和猴子他们几个吃个饭。没有，哼，自己一个字不赚，就知道打我棺材本的主意。外面吃饭这么贵，让他们来家里吃，一个个喝了酒叫上天，在外面还不知能闯出什么祸来。我倒是想把他们请来，只是裴玉被您的厨艺伤到了。哼，小兔崽子，吃了我的饭还堵不住他的嘴。您做的饭确实堵不住嘴，因为真的食不下咽呐。混账东西，你找打！自己买菜做吧，月末这1两银子都用不上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多忙活，你只做饭给我吃，那些混账玩意儿吃了浪费。只要徐大哥不嫌弃就行。他还敢嫌弃？嘿，这个混账东西真是有眼无珠。你这么好的媳妇在，要我的话呀，高低死缠烂打。孟应堂红了脸，
我出去买菜了。去吧去吧，多买些肉，都是饭桶。孟印堂挎着篮子出门，没有先去买菜，而是买了一只烧鹅并一壶烧酒，提着去了兵营那边。丫头，来看你弟弟啦？不是，来看您的，有点事想求您。哎呦，什么这么香啊？给您买了一只烧鹅和一壶酒。我听你弟弟说你改嫁了，看起来新嫁的这家不错啊，你都能买烧鹅了。家里人待我都是极好的，您趁热尝尝。我就说你这个丫头是个有福的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我不求有福，只求别拖累别人。拖累谁呀？孟印堂便把前后后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说了。他是因为救我，才得罪了李胜的女儿，现在才要去剿匪。别说他们这些手无寸铁之人，就是军营里武器精良的那些将士，都难免伤亡。找我给你男人讨兵去来了。我有银子的，我知道您这般也是冒着风险，还有同僚那里得有说法，所以我准备了30两银子，您看够不够？若是不够的话，我过段日子再给您送。你这个傻丫头，待谁都一心一意，你怎么不想？到时候他掏出刀剑，如何和人解释？我想过了的，您这里有短剑吗？可以藏在衣袖里不惹眼那种，回头真的对上土匪，谁也顾不上谁，就让他假装是从土匪手中夺来的。他胳膊很长很粗，在袖子里藏一把短剑是藏得住的。这次找了个强点的男人。老王头吃着鹅腿打趣道：等会儿我给你找一件东西，倒是很合适。孟印堂顿时喜出望外。银子，这是30两银子，我不知道够不够，先给您，不够我再回去筹，就是需要些日子。不错不错，手头也阔绰了，果然比从前嫁得好。把钱收回去。不，我说收回去。老王头瞪了他一眼，只能把荷包收回来。你等着，回去吧，下次别买这家烧鹅，齁咸，换西街那家陈记，我喜欢那家。孟印堂谢过他，挎着篮子走得飞快，他还得去买菜。您答应给我的东西，怎么给了别人？不是殊途同归，不过你要我不见得给，这丫头要我才给的。我和您老沾亲带故，我得喊您一声叔祖父，您不帮我，去帮这丫头骗子。这丫头好啊，让那莽汉得了去，也是可惜了。他就那么好？您从前不是说徐度也日后非池中物，让我和他交好吗？那小子现在是宝剑藏匣，日后锋芒毕露，定惊艳天下。只是他心中戾气太重了，若是不收敛，日后必自伤其身。所以老太太这般安排实在是极好的。哟，您还惦记着明老太太呢？滚！哎，星瑶替我新做的新衫呢，可别弄脏了。傍晚时候，徐度也带着他的狐朋狗友回来。孟印堂把菜端上去之后，就躲进了屋里，和明氏一起吃饭。咱们自己吃自己的，不管他们。吃完了呀，咱们就睡觉。他们爱闹多久就闹到多久，灌点猫尿就上头。他们胡咧咧吹牛，你不用听。这多喝几杯，一个个都能登基当皇帝了。祖母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在家说的，不算乱说。哎，你看看你，给他们整治这么多菜，他们脸皮都厚啊，回头还得来蹭饭。不多，也肯定不如外面做得好。我怕给徐大哥丢了面子。你想什么呢？男人的面子靠自己来挣，靠女人伺候来挣面子，那干脆呀，一头撞死，重新投胎算了。哎，吃，我得尝尝这狮子头，看着就香。嘿嘿。嫂子，这碗里的甜汤是什么？这是核桃酥，核桃用开水煮过之后剥皮捣碎，红枣煮了之后去皮，白米泡水捣烂，拧出来里面的浓米浆，用薄屉煮上就行。听起来简单，然而核桃去皮，红枣去皮，单这2项就很花费功夫了。小嫂子能整出这桌的菜，还能做这么复杂的甜汤，也辛苦了。裴某敬小嫂子一杯。不辛苦。裴玉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小嫂子？叫嫂子就行。我们小门小户，没你家3妻4妾那么多破事。是裴某的错，裴某自罚3杯，给嫂子道歉。哎呀，嫂子厨艺真是1等的好，徐哥有福气。这滑溜溜的肉片我之前在别处没吃过呢。那是芙蓉鸡片，是鸡胸肉剁成肉泥，加了蛋白，然后在油锅里摊成一片一片的。因为祖母这几日牙疼，所以我做的细嫩些。你说我为什么疼你？就这份心意，亲孙子都没呢。等我死了之后啊，我东西啊都留给你，不给那不孝的东西。我既不孝，那到时候就给你和祖父分开葬。明氏气得直捶炕，
众人都笑了。他们在外面吃喝，说着剿匪的事情，一直吃到子时才散。徐大哥，您回去休息，我来就行。反正也是被你吵得睡不着了，回头老太太看见了又得骂我不帮忙。想想明示骂人的威力，孟应堂也不敢说话了。你收拾，我洗碗快，我不爱收拾。孟应堂哪里敢说个不？收拾完之后，徐度也让他回屋。孟应堂乖乖听话回到了自己屋里。他忽然想起了自己今日讨来的短剑，又连忙开门出去。徐大哥，随后孟应堂这个人来徐度也背对着他，全身上下一丝不挂。他正一手拔剑，一手提着木桶要出门。不是让你回屋了吗？孟应堂捂住嘴，转身就要往屋里跑，却实在太慌，被门槛绊倒，整个人重重扑倒在地。三更半夜的，你喊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孟应堂艰难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房间。孟应堂捂住了脸，他好羞，这以后如何在一个屋檐下相处？徐度也会不会以为自己是故意看他的？不行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只不过这次他不敢再贸然出门，而是壮着胆子轻声喊道：徐大哥，您能来我房间一趟吗？话说出口，他立刻后悔。三更半夜，他先把人看光了，然后又邀请人来自己房间，简直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有东西要送给你。我不吃你那一套，你省省吧。不是大饽饽就能诱惑他，他不是那种肤浅的男人。我不是说我自己，我是真的要送东西给你，我不是东西，我……孟应堂把自己绕进去了，他这是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你不是东西，你是什么？有话你直接说，不用非让我进去。孟应堂不知道明世能不能答应让他带剑，所以不敢喊。片刻后，拿着短剑探出身去。徐大哥，给。这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之前认识看管军械的老族，和他相熟，想着因为我的缘故，你要去剿匪，便想去找他买。他卖给你的？不是，他送我了。我原本是想买的，我确实藏了私房钱。啥玩意儿？他问他剑怎么来的，他说他藏了私房钱。我这就把钱给徐大哥。徐度也都没想明白，话赶话如何就赶到了犄角旮旯。里面是30两银子，10两是弟弟给我的，20两是买绣品的钱，这就是全部了。我没有再私藏钱，剑真是老王头白给的，我想着回头买东西还人情。一天天的，不知道你脑子是不是长在上了。徐度也没接，拿着剑走了。孟应堂看着自己手里的银子懵了，他竟然没要。不过他把短剑收下了，那就好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徐度也从旁边房间出来，说出的话却一如既往的欠揍。大清早的发什么癔症啊？徐大哥早，我这就去做饭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出去吃。昨天下酒那个肉干还有吗？还有，还能有1盘。放厨房里了，我带出去喝酒。好，徐大哥，你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再去喝酒。废话真多。孟应堂怕他翻脸，不敢再说话。吃过饭，他和明世说要出去买菜。去吧，回来的时候啊，去最胭脂帮我买1盒香膏。你说半两银子1盒的，他们就给你找了啊，不，买2盒，你也用1盒。明世说着就要去给他取银子。不用祖母，我卖绣品的银子还在，我去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慢着点，拿钱呀！哎，这孩子。姑娘，您需要看点什么？我想买。哎呦，这不是孟应堂吗？怎么讨饭讨到最胭脂门口了？以为这里有钱人多会怜悯你？切，有钱人又不是傻子，要你个过了好几手的货色。那要恭喜你，冰清玉洁20年要被有钱人收去了。你这次倒是说对了，我就要出阁了。你猜我要嫁给谁？你嫁给谁和我都没有关系。怎么能说没关系呢？我要嫁进去的呀，正是把你抛弃的林家，你说巧不巧？天还没黑你就开始做白日梦。李慕北要娶的是太守的女儿，那不是正说明林家厉害吗？连太守都要把女儿嫁给慕北哥。怎么，你爹什么时候做太守了？你给人做妾那么光荣吗？还有，纳妾和娶妻是2码事。哼，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我若是稀罕那酸葡萄，还有你什么事儿？没看出来，嫂子厉害呀！孟应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昨晚到家里吃饭的裴玉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来给家人买瓶蔷薇水，嫂子买什么我请你。不用，我他买不起，你也别喊他嫂子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被林家赶出门了，而我要嫁进林家了。嫂子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认识啊，怎么不认识？
她被林家赶出来，又和一个野男人不清不楚，娘家人都不好意思收留她。这位公子，您还是别和这种伤风败俗的女人说话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裴某今年籍贯，家有薄产，若是姑娘不弃意，裴某愿意请媒人上门提亲。裴公子，你说笑了。这位公子，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千万别被他迷惑了，他不为美色所惑，难道要听你这个丑八怪酸言酸语吗？人家不要的东西你当成宝，还好意思耀武扬威？你非但长得丑，还没脑子。不愧是徐度野的朋友，如出一辙的杀人诛心。王莲花眼珠子气得都要瞪出来。算了，不逗他，我还有事儿。嫂子，慢慢逛，裴某先告退了。贱人，你居然还沾林家的光！孟印堂懒得理疯狗，掏出1两银子放在柜台上。给我2盒半两银子1盒的香膏。哎，好嘞，这就给您拿。哎，姑娘，我们这里还有上好的鸭蛋粉，您可以试试。王莲花闻言脸色扭曲，她刚才也想试鸭蛋粉，可是小二说不能试，他们看人下菜碟，气死她了。娘，我们走。改日我让林少爷陪我出来买东西，到时候我就看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哪个敢轻看我。